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这个半导体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 或者是你要跟意大利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已经这一回对日本寄出的3连击是全面的启动，尤其我们今天会在经济上军事上面等等的层面，还有半导体的这个调查上面来做检讨。先来看到这个3连击，包括了有稀土、半导体跟渤海的军演，要掐住日本的命脉。那么日本则是祭出这种光阻剂来反制，能不能有效呢？今天节目一起来关心。好，赶快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全面封锁了，从这个经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的事情，就是在稀土跟有关于2氧细烷针对日本出手。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会因此而直接断链，甚至现在预估这个损失金额达到数十兆日元吗？第二件事情在军事层面，我们来做解读，就是大陆它连续的在渤海这边的高强度军演，是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贺阻吗？还是单纯秀秀军事肌肉，战力到底有多强呢？最后也会来关心到是日本则是做出了它的反制，是利用它的光阻剂当做它的最强王牌。大陆会不会被卡死，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自给自足，可以做全面脱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刚刚讲的是大陆的3连杀，所以包括从经济、军事到科技都有，而且是连着好几天一连串的各种制裁。首先看到6日，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全面升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各种物资的出口管制。那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在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管制对日本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第2个冲击就是7号的时候对日本制的这个晶片关键材料2氧细烷来启动反倾销调查。要知道，每一年日本出口给大陆非常多的2氧细烷。最后，我们来看到是渤海这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直指战略核心，对日本的冲击，赶快立刻的来看到。有关于稀土日本其实非常的依赖大陆的稀土，占比更是最多高达了70%。现在来估算，靠着稀土要做的产品，每一年将会超过10兆日元。现在没有稀土了，日本怎么办呢？第2个事情，对于日本的冲击就是刚刚说的2氧细烷，每年呢日本出口幅度高达了4000公吨那现在大陆呢就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口2氧细烷的公司来特别做反倾销调查。这边直指3家公司，包括了信越化学、发商业空、日本子公司跟三菱化学等等。最后是在渤海的演习，为什么这边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经济暨出海的门户，从去年开始它就已经连续禁航了，紧张情势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是在明显的升级当中。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了，这一连串的制裁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有多伤？有没有可能直接伤到日本的产业命脉？当然会伤到因为这次跟10年前的稀土的管制就不一样了。10年前的稀土管制是政策工具性的，这次是制度法律性的制度法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1000多项产品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内。管制范围，那也就是要经过批准这个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厂商，把这些军民两用的物项卖到日本去，也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假设或是台湾，你向大陆进口的稀土，然后你加工制作成为一个例如说磁铁好了，然后你再把它卖到日本去。那对不起，你要经过大陆的同意，那就是第三方的一个管制。而且呢，也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同意，你是偷偷的卖给大陆的话，卖给日本，你可能要接受法律上的责任那也就是说，大陆就有权利对你完全断供。这个对于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其他的任何第三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我们一般做生意的人来讲，你风险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做嘛。要不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给我更多的钱，
那这样的话，我还有可能因为钱而铤而走险。另外，日本它要不就是采用美国的方法，也就是透过这个走私的方式例如说透过废料或者透过各种走私到缅甸或者第三方的时候再出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很多的贵州的有一些人都被抓了，有一些官员都被抓了，有很多的这些走私的这些矿产的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代表什么？他们的执法是越来越有效，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这个半导体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因为你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 或者是你要跟意大利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了，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把日本引进来，或许我就没办法从中国大陆那边拿到我战机所需要的永磁土，我的磁铁没有的话，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好。那不管是导弹034，或者是12.4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话，甚至你连军用卡车、军用车辆，那甚至连甲车、装甲车，你所需要用的发动机，那你可能都没办法了，因为它都需要用到磁铁，可能都没办法。好，那这次谈到的是第2号公告，也就是说这是2026年中国大陆出来的第一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全面性的管制。第2份公告就是对您刚刚讲的这个二氯细烷，二氯细烷在大陆他们叫做2氯2氢硅这跟我们台湾的名称不一样，但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在晶圆做晶片的这一层薄膜。我们要问的是，大陆有没有替代品？有了大陆已经有替代品。那日本原本占全世界的份额多少？80%。它在出口这个部分占全世界是排名第2，但是它占有全世界的比重80%，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工业也很大的一笔这个收入。对。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基本量占全世界多少？总生产量在今年来讲，绝对会超过40%以上，有人估计可能会到50%，也说不一定。例如说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就占了70%嘛。这个12寸晶圆的28奈米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几乎在全世界占有70%，所以你晶片生产多少，你就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原料，要使用到多少。那以大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如果说我晶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1半以上的话，那你日本等于是我出口的这个4000公吨，我等于是有1半以上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那从现在开始启动调查，如果1年以后说你有反倾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它的关税如果是285%，或是400多，或是600多，那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来判断，你基本上都卖不进去大陆，你根本没有大陆市场，那你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当然跌嘛，它的整个营业额会往下降，它必须要进行裁员减少人员，它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小。那中国大陆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它用1年的调查时间，所以等于是给中国大陆1年去准备它的足够的募集的基金，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有未来，因为拥抱自己的国内的市场都吃不完了，那很多的基金就会投进去，它的公司规模一下子会扩大。它把它的产能准备好以后，明年调查一旦结束，然后你日本的产品开始卖不进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产品开始补货来接你的市场的缺额。这个情形对日本的未来来说，这些公司搞不好连存活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低。接下来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大陆很出招了，这一回斩断的是一共我们要来看到细节项目了，1005项的
日本的军民两用的物资，经济上面也会另外出拳。刚刚讲的1005项，这个是包含在军民两用的这些军事物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重拳，包括在观光跟消费面也会来一起做关注。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开始有了非常多的限制，而且细项已经完全出来了。来看，包括了稀土，包括了关键的金属和高阶电子等等。那日本的军工升级还有路吗？这是第一题，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要修改它的安保3法，尤其呢针对有关于核选项，现在也重新被提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就祭出了这么多的制裁。日本真的能挡住北京这一波的施压吗？最后来看到，在包括了经贸上，也因为中国的这个制裁而导致日本的经贸降温，观光急冻。我们现在来看到是大陆的组合拳能够打到日本的7寸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是今年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第1号公告，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来做出口管制，有哪一些呢？赶快来实际看到细节。稀土还包括了加锗锑铟、高阶电子感测器跟雷射，还有呢，甚至到了航空的航太推进材料都在名单当中。还另外看到的还有核材料、化学制品跟微生物、导航、船舶等等的制品，这制裁的项目非常的多，等于直接掐住了日本军工跟高科技升级的血管。怎么看中国这次出手是针对于高市要修订安保3法，因为它踩到了这条红线吗？这一波会不会比当初2010年钓鱼岛事件停工稀土还要对日本来说更伤？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这次的出手，最重要的导火线还是因为这个高市的发言哦，介入了中国大陆所谓的内政的问题的红线嘛哦，他对台湾问题做出了过度的发言。但是当然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一次出手这么重哦？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说那个是高市啊。各位知道，在日本的右翼的势力是台湾台独最重要的幕后支持者。就我过去从政这10几年，台湾的这些独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很多的资金跟资源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像我们最早以前讲到的那个什么金美玲啊，这是很好的代表嘛。所以日本右翼的政客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是绑在一起的。但是过去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还会遮掩一下，就是虽然他暗中支持，他表面上不会讲得这么大声，不会敲锣打鼓。但是现在显然从安倍开始一直走到了高市哦，右翼势力现在把支持台独哦这件事情逐渐台面化了，不但是台面化哦，还有逐渐扩张跟渲染的这样的效果出现了，就好像今天台湾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的国会议员跑来这边抗中保台，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国会议员，我都懒得记他的名字，我都快要笑死了，干你什么事啊？你跑来这里抗中保台，你拿我们台湾当你的舞台，然后来大肆的骂了北京政府一下，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跟裴洛西有什么两样？你跑来我们这边演戏，最后吃苦的是我们，被报复的又是我们。日本的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玩这一招，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他借着高市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要打高市一巴掌而已，他是要狠狠的重打日本的右翼势力，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必须要知所进退哦，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任意的踩红线，那你更不要提到日本准备要修安保这个三文件了，这就完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辟了。我刚才讲过，谁知道今天的日本会不会变成24世纪大战的日本？你知道去年你看美国的时候，你会认为美国今天会变成加勒比海的海盗吗？谁会想到这件事？对，当时川普刚当选的时候，你会想到川普要派兵去抢格陵兰吗？你都没有想到吧？那你都没有想到了，那大家当然会想说，我现在把日本放宽了，谁知道日本会不会食髓知味？接下来24世纪大战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呢？所以其实对整个印太地区，对亚洲，为什么韩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韩国也是深受其害啊，所以你很显然的看得出来，对日本对北京来说，他这次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当然会，稀土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日本的汽车工业不需要稀土吗？那你还不要讲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要不要稀土了？所以他这次很精准的把军民两用
限制了1005项，他特别强调军民两用，原因是什么？这他就师出有名的正当性了，因为他还是牢牢的绑住了军国主义这件事，就是只要跟你军国主义复辟有关的，我都把你卡住了。那么他的大旗就是在这个声讨日本的时候，他高举的这个大旗是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所以在这个大旗上，其实他是站在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上的那你说？全球现在进入了这个精密的分工时代，所以任何一个小的零件都可能卡住一个大的企业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有日本的科技这么发达，中国大陆能卡它什么？别傻了，日本很多的这个基本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不要讲别人，你光讲安氏半导体事件就好了。安氏的半导体有多了不起吗？它是成熟制成晶片的。可是当欧洲的车企没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的时候，就不要造车了。所以这是同样的问题就今天日本能不能够经得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限制或者是封锁，我认为当然很困难。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这次目标很明显了，日本不屈服，他们不会收手对，好，所以我们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制裁1005项，那特别委员也提到了，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对于日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汽车啊、军用武器全部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干哥又怎么看？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吗？好，我跟你讲你来看看那个安保3法那个安保3法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增加防卫预算增加防卫预算其实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第二个，修改无核3原则，修改无核3原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无核3原则就是不能够用在军事目的上，也不能够用在就是说相关的很可能是武器方面的研究。就反正他这本来就是他们日本宪法战后宪法的规定，但现在要修改，右翼势力极力在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核能发电厂，对不对？在日本，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对于核子能的另外的一项的应用。对，其实我说句实在话，有人讲委内瑞拉你就是没有核子弹，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像当年古巴为什么后来没有被美军登上岸来？因为苏联那时候威胁，我就在这边放核弹，所以古巴当年美国没有上去制裁它成功，就是因为苏联本来要放核弹，后来双方都退一步，各退一步。那委内瑞拉这次因为就没有核弹，日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哪一天我需要有核弹，核弹之前我需要有核子潜艇，我有核子潜艇之后，我国际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是被核弹就说曾经这个摧毁过的国家，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认知，说我们不要碰核子武器。那现在高市场苗上来以后，完全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为什么？但是我们要有不是马上有，是循序渐进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你的意思是说日本武器也要开始要对，没错，就在这次AUKUS，就是那个美英澳3国联盟AUKUS 那个联盟里面，现在就是说他们要说干脆你不要跟日本买潜舰了，我们来帮你造潜舰，还帮你造核子潜舰维吉尼亚级，澳洲就很开心就被美国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AUKUS决定要帮澳洲造潜舰，从现在开始算10年之内他都拿不到，但是日本如果他愿意提供新的那个大鲸级或苍龙级潜舰，他2年之内就拿得到，所以澳洲现在有点后悔，你知道吗？你要晓得说，日本他现在积极想要拓展它的国际的武器市场，他要尝试着跨出那一步。那这些东西你加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日本一旦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话，他就回到军国。所以说大千讲的对啊，你怎么知道他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变成怪兽？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是曾经是怪兽，他以前曾经怎么样欺负中国跟南韩、朝鲜，还有东南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他怎么样被演变成那样？那就是因为国际联盟的绥靖主义造成他这样，造成希特勒变成那样的杀人魔。所以我跟你讲，日本的军国主义，你现在只是暂时被压抑着，右翼势力只是暂时抬不起头来，但他一旦翻身过来的时候，你会拉不住他，因为日本有这样的工业实力。现在日本的稀土50%控制在中国的手上，
有我们知道的，除了稀土之外，还有钾、锗、锑啊这些重金属，这些都就是说老实讲一句，来源都在中国的手上。那日本从别的地方拿得到拿不到？拿得到，但是问题是它的成本会增加。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日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拿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无人机跟电子导航感测器这些高阶零件的这些设备。如果今天你在中国商务部它今天第一号就是限制这些东西的话，就是2026年的第一号，你就晓得说它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我就是明白告诉你，日本，你不要去妄想去改变现在东亚的局势。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我一定不是除了旅游，那是软制裁。我有硬制裁的方法可以对付你。好，这个是硬制裁，针对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军事上尤其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这个军事上面、科技上面这些高阶科技的制裁之外，我们来看到大陆也针对经贸跟观光，针对日本做了很大的制裁。尤其先来看到经贸啊，日中本来在今年会有个经济团体新年会，那么中国驻日大使已经确定了首度缺席，3大经济团体原定1月访中计划直接延期。再来就是观光，现在也是急动哦，中国游客占日本消费观光20%以上，其中静冈更是高达40%哦。如今在日本的百货还有免税的这些药妆销售年减幅暴增啊，达到了2成，饭店价格暴跌，地方经济急动。一个是针对军事的制裁，另外还有观光消费对于日本的冲击有多大？老师，这个对日本的一个冲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全面的哈，因为刚刚我综合下来，大家要了解啊。那么当然的话呢，这一次1005项当中呢，最重要的，我把它戏称为光刻胶大战稀土了啊，因为日本的话呢，仗势的这个工业的这个独断的一个产品是光刻胶了。那大陆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是做好准备的话呢，也就不会发布这条消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日本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的话呢，他们所使用的稀土的话呢，依然有65%以上是从大陆进口。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奇怪，大陆怎么迟迟一直不肯出手？那现在的话，这不就出手？这个出手的话呢，有2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啊。第一个是即刻生效。啊，马上就生效，就说昨天1月6号宣布的啊，今天是1月7号吧，对不对？马上就开始生效了。所以说日本的话呢，他们那个太平洋司的话呢，这个司长的话呢，就外交部的哈，叫做金井正章啊，就是前一阵子跟刘敬收在一起，刘敬收穿那个武士装，插了口罩，那个金井正章啊，然后呢，他就马上提出严正的抗议。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准备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所有的军事的科技的话呢，有关军事方面的生产的话呢，它都全部要停止。然后再接下来，你刚刚提到了观光的话呢，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观光现象，其实严格来讲，大家如果注意这方面消息的话呢，日本在观光的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的啊，有很多的餐厅讲不招待中国人，甚至还有餐厅的话呢，中国人贵了60%啊，这些现象都发生。所以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所以大陆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感觉到去日本玩是不受欢迎的，那就不要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日本来讲，但是日本整体来讲，关西地区遭遇的损失特别大啊，因为日本人喜欢去关西，就是金板神、加奈良什么，日本人喜欢欢迎中国人在那边。因为我到这边以前，我跟那个神户大学有合作的时候，那神户这边的街头上的话呢，里面所有卖那个药妆店里面全部讲中文的啊，然后进来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发展来比较严重。不过我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大家一直都很关心，就是说这个昨天公布讲说，高市早苗近期内对中国发言不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构成了这一次1005项的这种军事以及民用上的产品的制裁。那大家就会想到问说，那会搞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今天那个毛宁就说话了，日本要去军事化，日本不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这个不会停的。啊，这个反正已经呼应了我们前面2位来宾所讲的内容，就是说日本一个战败国就没有资格拥有任何的军事化，不要说是自卫了啊，就是拥有任何的什么导弹啊什么，通通都不行啊。那这个情况的要求，这个标准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像以我这种这个热血分子的这种身份来讲，那差不多。日本如果去军事化的话，那么才可以停下来。啊，如果日本一旦不去军事化，那就要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去军事化一样的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啊，那我蛮期待的。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矛盾还在持续，两国之间的航班已经取消达到40%了。那么中国接下来的杀手锏会拿出连美国都招架不住的稀土王牌来限制日本吗？我们来看个数据啊。
中国海关呢有统计，在11月大陆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是成长13%的，已经接近7000万吨的水准。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呢，还大幅增加高达305吨，这比10月又增加了35%，所以货是继续卖的。而且11月7号，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说法，然后引发了中国大陆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限制了旅游，限制了水产，但是重要的稀土还是继续卖。那日本这边他也知道这个稀土是未来的方向，也不能受限于人所以他们近期也宣布要开采在这个深海的一个稀土，甚至跟中亚国家来合作。那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稀土供应策略呢，是养套杀吗？还是说，虽然高市早苗说了一些让习主席不是很开心的话，但是还没有到要打稀土这张牌来制裁的程度？想先问一下赖老师你的看法。稀土是这样的哈，因为你开采稀土提炼，最后你还是要来卖的嘛，不然你就没有必要去开采去提炼它嘛因为开采要成本，需要钱，提炼它会需要成本，会需要钱，而且呢，它还需要很多的技术，需要很多的设备，你最终还是要把它卖掉来赚钱，你才能够继续让它生生不息、永续经营。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些国家，它对于你做一些科技上的限制跟禁止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拿出一些东西来反制。那你就看说哪一些东西它没有，刚好稀土就是你这些美国等相关的国家它所没有的，或是缺少的，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来控制、限制它。其他的国家一样可以供应。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也都知道，日本也知道，日本10几年前的时候，它就被这个中国大陆禁止限制过稀土，因为他当时也要用半导体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就说好了，你半导体原料那限制我，那我稀土我就不给你了。那也造成了日本当时产业界的一阵恐慌。10年前日本就已经说要去挖这个深水的泥土了，10年前已经投资了，搞了10年了。那为什么没有成功？非但没有减少依赖，反而更加深依赖。这原因很简单，南鸟岛或者是最早他们说在冲之鸟礁那边有发现有稀土，可是问题在深水海域中，你的开采起来的时候，你开采的设备，你开采的数量，还有你的整个成本，到最后你在提炼它的时候，那问题就来自于精加工，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要具备有精加工的能力，就是精炼的能力了。你基本上你还是需要有学校，要有大学的教授，有研究生，有这些科系的学生来帮助你，然后你还要再做设备，所以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需要很长的力量的投资。那问题就在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是非常有效率的了，非常有效率，而且本身是非常好的稀土矿。因为大陆都是在最好的稀土矿这边来去开采稀土，所以它的提炼、它的开采、提炼到这个最后做成精炼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条龙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成本已经可以控制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你日本，你的成本呢？你的成本很高，你的成本很高，你的价格就非常的高。你价格很高，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是国营企业，可以政府来贴钱。对。可是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呢？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跟欧洲跟日本，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你做得出来，因为你一定是民营企业。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营企业，它一定是民营企业。好，那你民营企业，如果你用政府的补贴，我可以告你，可以到 WTO 告你。也就是说，补贴的企业它要受制裁的，补贴的国家它要受制裁的，所以我就有个筹码来去制裁你了。所以补贴本身会被制裁。第二个就是你开采出来以后，你的数量自己国内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经济效益？是。那你国内的数量不够，因为中国大陆是卖到全世界。那我如果美国或者我日本，我自己开采出来，我只卖到我自己的国内，那这个市场太小，它要卖到海外去。可是问题是你卖到海外去没有这个竞争力，那你卖国内，你的企业它的价格这么的高，那我国内的买家。我可以从中国大陆买便宜的，我为什么要买你贵的？那目前美国他们的主张是说，那我就做一个最低价位的定价，说你不能够买于最低价位。
可是我如果是买家，我为什么要听政府的？我为什么要买贵的稀土？我不买中国大陆便宜又好的稀土？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你是不是政府又要补贴它？一补贴可不可以告？可以告。然后如果你禁止中国大陆的稀土进来，那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再告你。为什么？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为什么美国早就知道它缺稀土，澳大利亚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做不起来，都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我讲的这些限制，所以它永远做不起来。日本也别想。我个人是认为，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说，看你日本嚣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使出杀手锏，那就是你日本啊，因为要用就要用到最大的力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在慢慢的养到可以的时候就用出来，就直接出牌了。好，那么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引爆的点，就是这个永和论哦，因为高市首相以俄乌战争为例呢，他积极推动这个安保3文件的修改计划。就是希望让无核3这个原则里头要删除其中不引进核武器的规定啊。这么一来会有哪一些变化呢？就是日本可以在国内部署美军的战术核武器，还有核武潜舰等等了。那这样子的军事假想敌是谁？相信就不言而喻嘛，一定是剑指中国大陆了嘛。对此，那中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当然就要出面来批评啊。说日本这样是破坏区域和平，然后中方是要坚决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叫死灰复燃，不让你做这个核武，你还要想去改原则，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问题。好，现在高市首相想改这个安保3文件，问题是只有这么容易吗？而且背后的老大美国他会允许吗？将军，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安保3文件哈。那个我们这个请这个导播。Fox 在这个我们这上面的安保3文件，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你就了解说这一个国家安全怎么回事。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只有靠国防军事，它包括地缘战略包括你的军工产业，甚至于包括到你的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最后还有国民的心理，整个都已经包括在里面。那我们讲。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地缘来讲的话，你看到它国土非常的狭长，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略纵深可言，而且它周边所面临的都是大国都是国土纵深很大的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中国，所以在日本这种地缘战略上面，而且中俄两国都是核子大国，你贸然发展核子武器来讲的话，试问一下，以你日本这种这个国家的。国土没有战略纵深状况下，如果说一枚核弹就足以将你所以南北完全切断。那当然，民众的心理你也要考虑到，民众心理到底愿不愿意这个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尤其是说日本这本身这个经过24次世界大战被轰过2颗原子弹，很多的民众记忆还犹新然后他们愿不愿意要用发展核武来嚇阻自己国家被核武打击，这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我们讲到是国家防卫战略。国家安全防卫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却是指导国家防卫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要采取什么样国防政策？你到底要采取攻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恢复你日本自己本身以前的自卫队的和平宪法的宪章，还是要恢复成一个军国主义？恢复所谓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个正常国家，建立一个正常军事武力。那依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说是就日本来讲的话，你当初因为有的这个和平宪章，采取只有一个自卫国家的能力来讲的话，不采取军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才能够确保你2次世界战后80年的和平没有经过战乱，而且你可以将国家很多的这个原来用在军队的资源来讲发展到你的经济上面，其实对你国家来讲是反而有利的。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防卫力整备，也就是依据你的防卫战略，如果说是你攻势的战略来讲的话，当然你就要买攻势的武器，包括你是不是要买核子武器，或者是说这个核子攻击潜舰或者是长程的攻击导弹。那你如果说是恢复你自己军国这个和平宪章来讲的话，当然你的武器只是限缩在你自保自己自卫能力的武器就可以。那大家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是你纯粹只是自保，当然你的费用会比较低。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这几个核武大国，他们来讲，他们是不会用核子武器攻击你的，因为这几个永和国家来讲的话，他们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说法，都有一个限制使用核武的条约，就是说我不会用我的核子武器去攻击这个没有核武的国家。是。那如果说你日本不发展核武来讲的话，当然这几个国家不会用核子武器去攻击你。那我觉得日本自己最好要评估一下你的地缘战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搬不走，你国土是这么狭小，那你承受不起一次的核子武器攻击。我想说，2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福岛的核灾变也已经证明了，你承受不了核子武器的攻击，那你为什么还要硬要往核武方向去走，硬要往军国方向去走？我觉得美国应该看得很清楚。那美国我这个高市早苗，我建议你赶快及时回头，因为你的国家承受不了这个所谓的核子的1次5次攻击，对你来讲的话，会将你会遭受到灭国之灾。了解。好，根据美国五角大厦有一个最新的军力报告，现在产成了中共解放军啊，已经具备对美国本土这样直接长程打击的安全威胁能力了。那么尤其是中共解放军的核武库存是突破1000枚的，并指出呢，中国目前的军事焦点毫无疑问是放在了第一岛链，而且随着北京持续的变得强大，解放军的成长要打造可以在全球投射能力的军队哦，这其实跟这个北京一直宣称要在2049年构建完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雄心啊，这个时间轴其实是相符的。好，解放军如果真的像报告中说的那么强的话，那美国第一岛链的盟友，刚才提到的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这些岛链的棋子，又该来怎么解读这份报告背后意味着美中现在的关系，还有军事两国的一些化学反应，是在替美军的全球防卫重心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岛链可能没得玩了，我们要退走到第2岛链，先打一个预防针吗？还是说是五角大厦对这个中共解放军在虚假的恭维啊，然后实质呢是针对性的一个话术？委员怎么看？既有恭维，也有实质的评估。这份报告有几个很重要的功用啊。第一个，反映出现实，大陆现在正在增加它的核子武器的数目。有人说它现在只有500枚，有人说它有上千枚。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几枚。不过合理的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至少应该有1500枚战略核子弹，500枚战术核子弹，这个符合它国家的体量。因为你美国有多少？有5000颗啊。当然，美国的战术核子弹比较少，听说只在100颗。可是俄罗斯呢，有6000多颗，有1000多颗战术核子武器啊。那中国拿个2000多颗并不为过。当然，比较晚奏的核子武器的技术会比较成熟。是。但不管如何，中国有这么多的核子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而且它又是2次大战的胜利国，又是5常哦。连那个英国、那个法国都有几百颗了哦。那中国如果像过去一样那么保守，也是100-200颗，我是觉得不符合它的国防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份报告呢，那么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能量也夸大了一点，目的何在？就是要跟美国国会要预算嘛。你如果不把解放军形容得很强，而且说你看看啊。2049年哦，所以你要多给我预算了，所以这基本上是维护他军事预算不被美国国会啊给删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然后第3点哈，他除了说要国防预算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武装日本跟台湾。他讲说我第一岛链不够啦，所以就用这个理由给日本跟台湾呢升级武装准备的一个理由。因为什么叫第一岛链？那个韩国是第一岛链嘛？韩国自己还不认为啊。韩国说我只关心北韩，其他应该不关心啊，不关心中国大陆。那谁关心中国大陆的军事成长？就是日本、台湾呐。那菲律宾啊，他有关心没关系都没什么差别啊。反正就是你美国给什么我要什么，没有什么我就算了，对不对？那你说中国大陆会跟菲律宾起武装冲突，也不切实际，因为菲律宾不经打，中国大陆也没兴趣。那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日本跟台湾。日本跟台湾的话，就刚才这个丽将就有提到了哈，这个日本的这些再武装啊，它是一个美国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进啊，有时候停一下，有时候扩展一下。那我个人判断，以像美国这样的气氛呢，他不想完全负起第一岛链的责任、防卫的这个成本，但是也不想完全退出。你说他完全退出也不太像，
啊，他会去积极的去供应台湾跟日本自己花钱买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沿海的一些城市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啊，用这种威胁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嚇阻中国大陆解放军把力量投射到东太平洋。他基本上打的是这样一个算盘，所以他把这个解放军描述说，他有全球投射的力量。我跟各位讲，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解放军没那么多基地啊。全球投射力量是要很多基地才行啊。不要以为飞机啊可以不停的飞就能够打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航空母舰不需要停靠就能够长期作战，不切实际。那除非说，这个中国大陆能够在印度洋啊，在大西洋啊，能够找到很多的军事基地，要不然的话，说中国大陆会把武力投射到全球跟美国争霸，这个是美国人用来怎么要预算用的了哈。但是台湾跟日本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日本修改什么安保3文件啊，那么再次拥有核子武器啊，我个人判断是在美国的这种战略思考上，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台湾的军事经费要常年维持个5% GDP 以上，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2个都是美国的附属国，一个比较大的位阶比较高的附属国，一个位阶比较低的附属政权。好。那就看解放军怎么去应对啦。中日关系急冻也导致现在日本的观光产业急冻，甚至被解读是否会崩盘呢？怎么回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日本的观光业现在急冻啊，只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当时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新消息，46条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线直接归零，政治真的会一刀砍掉观光的命脉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在大陆旅客一撤出之后，在京都啊，它的这个旅馆的房价直接暴跌，幅度高达了60%，业者叫苦连天呐。包括这个道顿崛餐厅这边的营收，那一条街上本来有非常多的旅客，现在也直接崩跌了40%的营收。关西的观光为何这么的脆弱呢？最后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旅客好没有消失，其实呢，他们不去日本，去了哪里？贡献了包括了在韩国、东南亚、欧洲都接住了来自于大陆旅客的红利，日本成为唯一被中国市场淘汰的国家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就是因为当时高市的一句话，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中日航线取消哦，明年1月已经确定了2195班，取消率竟然高达40%，46条中日航线2周会全面归零。接下来看到的情况就是大阪、京都、名古屋到福冈，整个街头人超级少，几乎没人了。那日本对它接下来会有它的观光产业来说，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我们首先看到，除了说刚刚提到的44万旅客会丧失之外，总共是涉及到26座大陆内地的城市，18座日本的机场哦，还有这个关西航线成为最大的重灾区，超过10条航线也直接停飞。住宿刚刚讲的这个旅馆啊，京都的房价平均1晚是7000日元，现在暴跌将近60%，只剩下3000日元，还出现只要新台币300元，你就可以入住京都的饭店，极端案例，太便宜了吧？那大饭店现在失去大陆旅客，也带头砍价，小饭店怎么办呢？只好就是赔钱了。私人旅馆超过1000人也都开始做取消预定了，消费也直接降级，包括了这个帝王蟹进货量直接砍半啊，药妆百货伴手礼。没有人在爆买，没有人潮了。清水寺还有这些知名的景点全面降温，人流扩散，人流退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大阪的这一位教授，他直接指出了，你再这样子搞下去啊，大陆的旅客已经明显下滑了，我们的零售、我们的住宿，全部在关西的这一些旅客会全面受挫，所以要特别来请教苑老师了。一句政治的失言会导致日本观光直接崩跌吗？我们呢，通常来讲，去日本最著名的观光景点呢，就是金板神，也就是关西地区，就是京都、大阪跟神户。
啊。那我自己的话呢，在做这个系主任的时候呢，曾经跟跟神户大学有密切联系啊。我们每3年轮流去一趟，来来回回，还包含韩国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情况非常了解。因为观光客，尤其是大陆呢，喜欢看日本的京都啦，都市的看大阪啦，啊，然后吃东西啦，看神户啊、金板神，以及连带的附近的地区啊，到奈良看鹿啦，到什么这些地方的话呢，现在我要讲出3个重点，让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真的要把这个讯息带到台湾。首先，第一个，在大陆那边没有一个人敢对，或是说愿意，或是说是这个主动的，能够对于高市早苗有任何一句好话，中日之间的争议跟冲突是一定会下去的。啊，这边一定要了解，因为在台湾的情况，台湾的人大多数是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这回事。台湾人是希望中国跟日本打起来的话，那中国可能会败给日本，没有这回事。台湾人基本上认为美国会帮助日本啊来对付中国，没有这回事，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然后第2个原则的话呢，这个大陆只有讲说你们现在不要去日本玩了，就赶快回来吧。所以说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代表14亿人的心情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只有日本人跟少部分的台湾人搞不清楚的状况，还会出现啦啦啦叫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的结果就是自己要面对这种情况，因为日本突然感觉到大陆是面对3场战线，一个是经济战，就是包含观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战，就是讲到稀土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外交战啊。然后最底下的话呢是军事战。还有第3点那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日本人本身来讲的话，他们口嗨派跟他们的务实派构成了极大的冲突。他们口嗨派讲说不来正好，安静得很，街道清洁多了，看到中国人就讨厌。基本上就流露出来，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心里要了解，那谁最清楚呢？台湾人最清楚啊。台湾人基本上是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呐，这最清楚。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敢在这边预言，这个冲突不会简单结束的。啊，一开始我就预言，很多人讲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说不可能，我就不干，我就不会答应。啊，像我本身我不答应的话呢，也代表很多人不会答应。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最近去了一趟大陆，他们发觉在大陆本身来讲，一般老百姓都没有任何意见，完全听政府的，政府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哎，46个航班，对，完全取消。对，这个11月7号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这个基本上跟快断交一样了。对，如苑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现在中日46条航线都全部归零了。那接下来对于整体关系本来在这边日本是最难定的一个地方，京都过去也是最贵的城市。那现在没有了大陆的观光客，为什么这个关西的观光体系会整体看起来好像要崩盘了？委员怎么看？对，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日本观光业最主要的2个这个来源的市场排名第1名是中国大陆，排名第2名是台湾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观光客青睐日本的观光景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在东京，你看到几乎都是台湾的观光客，你走在那个路上前面可能讲台语，后面就一样在讲台语，你就好像在西门町逛街一模一样就除了那个招牌有日文以外，看来看去都是台湾来的人可是其实如果你在东京，很难看到大陆的观光客，比较少，就因为台湾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最主要就是 shopping 嘛，就是你去药妆店杀进去，把人家的 EV 全部买光了，然后买这个什么合利他命就买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他们比较青睐的是关西，所以如果你到了关西，你到了清水寺，然后你到了这个什么2条城，你就会发现说，在那里讲的可能都是这个正宗的京片子或者是那种家乡话了。原来都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团在那里。那中国大陆的观光团相对来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它的主力都是放在关西，所以关西是哪里？京都、大阪、神户、奈良，大概就是这些地方。那么因此在这一次，当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潮这个因为这个高市的失言风波而全面叫停之后，受到最大冲击的不是东京，而是关西。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太好了，那东京的这个饭店应该变便宜了吧？”就上网去查，没有一间变便宜的，还是一样贵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观光客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对台湾来说本来就已经安排好行程了。可是关西就不是这样喽。就如果你今天是去看关西的饭店的话，哇，那关西的饭店就开始
价格大幅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关西有很多顶级饭店，就是各位知道我们在关西，我们去关西玩，就可能就是住相对便宜的这个观光客住的饭店。对，很多中国大陆观光去住的，比如说是什么京都岚山的饭店，那个饭店还要坐船才能坐进去的，那是顶级饭店。那这些饭店一被叫停之后，他们等于是完全是血本无归了。对，所以其实现在日本虽然盯在那里啊，说没关系啊，反正呢我们现在更好，人少一点，我们就不会这么挤哦，最好可以盯这么久啊。那么台湾的人就开始喊了，台湾这些信仰说，哇，我们现在要全力的去支援日本，可以啊。你们青鸟有钱，你们就去住看岚山那个要坐船进去的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好几万块台币的，你如果住得起，我也佩服你了。所以我觉得对日本的观光业来讲，长远来说它撑不下去的。就是也许有一部分的观光客，你说，哎呦，这个时候趁关西便宜，我赶快跑到关西去玩。可是我刚才说过，中国大陆跟台湾分别就是排名第1名跟第2名的观光客的市场，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中国大陆有14亿人呐、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比重之下，台湾的观光客就算增加一点，那个增加的量也非常有限哦。可是中国大陆少掉的那一段，却是很大的一个比例哦，因为中国大陆的到日本的观光客是超过台湾的，大概超过了一小段哦。就我如果印象没有错，大概差几百万吧，150万以上。对，但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能够补的非常有限啦，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当然死鸭子嘴硬，他说没影响哦，那么观光品质变得更好。日本你最好就有种继续这样讲嘛哦，那么接下来你就看到底是谁撑不住，因为现在真正得利的是哪里？是韩国哎，对，因为中国大陆的观光团不去日本就改去韩国了，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真正获得最大利益的是韩国。那么而这些钱原本是日本可以赚的，原本是关西的这个旅游业可以得到的，就因为高市一句话，全部都打水漂。对。好，谢谢委员。日本自己内部这些零售观光啊、饭店业者真的是叫苦连天，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确实，那现在持续的大陆旅客就是不愿意去日本，那他们去了哪一些地方呢？刚刚特别提到几个国家，包括了这个南韩、越南、印尼、德国、西班牙，酒店饭店的热度较去年同期大幅暴增，最多高达了300%。尤其的韩国游客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华干哥怎么看？好，刚才岳老师说，日本其实那些都是右派，他们说不要来最好，陆客，你把街道弄得脏兮兮，你不要来，我们这边清爽多了，你知道？我告诉你，那个是他们这些人可以讲的话。你知道酒店业者现在怎么讲吗？不敢讲出来，心里想说，再不来我们完蛋了，你知道吗？你这，我跟你讲，你现在最有名的叫什么？在京都清水寺，这个庙香火鼎盛的，去过。你去过？你看，当然徐老师都去过。对，我们到京都一定要去很重要的观光区。清水寺，你知道它附近的酒店以前都很难订的，它现在从7000块日币一晚已经降下来了，完蛋了，降到3000日元一晚，3000日元等于台币1000块，晚上就有的住了，还是一样没有满，所以那些老板之间啊，就是酒店老板之间都在互相打听，你今天有没有住满？我今天有没有住满？都问这些问题。好，你说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道顿窟啊，道顿窟啊，不是道顿崛，道顿窟这是哪里呢？这是大阪最有名，它道顿窟它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台北的东区啦，或者是台北的西门町啊。对，这么热闹的地方，你知道它现在你知道？我跟你讲，你看它帝王蟹进货量，你就知道了，砍半代表什么？游客不见，这非常。就是等于对于日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少见这种状况。那现在这个论点很简单，叫日本替代论。日本替代论是谁得利呢？我跟你讲，就最近的韩国，超级豪华邮轮现在从哪里？从上海开去济州岛，不是开去大阪，也不是开到横须贺，所以你就晓得说，那个习惯已经改了，而且去到那个韩国。他们可能的消费还不会那么高，对不对？所以南韩尽收渔翁之利。现在航班到了1月，我们已经知道南韩的酒店的订房率已经多了，比一般去年12月多了240%。还有一个国家得利叫印尼，印尼也是多了100%。为什么？因为反正现在日本很难去嘛，那我们干脆往南跑嘛，对不对？然后你会想说，除了这个印尼、南韩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你绝对猜不到，它得利了，它叫北韩啊？怎么会是北韩呢？为什么？
我跟你讲，金正恩现在悄悄的盖了5间国际级的酒店，而且我有朋友说，真的去看过，真的国际级哦。只是你还是不能拿来乱拍之外它里面的那个水准跟那个设施还有服务它可以跟国际接轨的。它是悄悄的盖，而且那五间酒店，它位在哪里？位在那个山池渊的旅游胜地。山池渊这个地方有去过应该知道，就是说那5间是在大概半年之内一都落成了。为什么？因为连金正恩都带着金主爱他女儿去参加开幕典礼，然后金主爱表演滚床单给你看，就在那个床上这样滚过去，说：“哎呀，这个好棒，好舒服啊，爸爸，我们也要住一晚。”意思是什么？意思连北韩都很重视了，都很重视，因为去北韩旅游的性价比当然比一般的国家来得高嘛，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日本替代不是不可能，但日本替代这个概念会不会成为就是未来的一种，就是说旅游的习惯或方式？现在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观察，因为日本永远是贵嘛，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叫什么？叫4条河园丁在哪里呢？在京都。4条河园丁，它什么药妆店？你们最喜欢去的，女孩子最喜欢去。4条河园丁是一家店，很大，可是通常呢，听说100多坪，可是通常呢，你到了那门前挤不进去，为什么？排队排到都是讲中文的在揽生意。对，岳老师完全讲对了。对，4条河丁，坦白讲一句，都是陆客在支撑的。没有陆客的时候，日本当地的自己的消费者也很多。可是多了陆客之后，老板就很开心，为什么？水泄不通，挤得进去挤不出来，这样很开心，对不对？他说现在畅行无阻，没有人了，没有人啊，所以在大马路上你看到没有人的情况之下，对于日本的经济的冲击有多大？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不是正常的现象。那高市早苗他其实在一部分的那个外交政策上面，他应该到了时机的时候，应该必须要改弦易辙，不然的话，大陆的报复手段还有很多。